嗨，大家好，我是教徒。那今天呢，我想带给大家一个不用买最新显卡也能拥有高帧数的方法，那就是进行双卡补帧。这个企划的起因就是台湾市场到现在还是单买不到显卡，或者说单买不到原价的高阶卡。RTX 5070 Ti 跟 RX 9070 XT 到现在还是现主机，要么就是加价卖，更不用说在网上的型号了。明明这些卡国外都有货，京东、亚马逊一堆，还比较便宜。我4K 萤幕也买好几个月了，总不能再这样等下去吧？所以其实原本有打算跟着巴哈的大家一起到京东买显卡，想说显卡没这么容易坏吧？还真的是想什么来什么。就这么刚好，我的 RX 7800 XT 这时候坏掉，萤幕可以正常显示，但玩逃离塔可夫就是会卡顿，我印象非常深刻吼。那时候开枪会让自己的画面被时间停止器给冻住一样，刚反应过来人就倒在地上了。那天是礼拜一晚上，趁皇家俱乐部打烊前紧急送修，没想到礼拜五询问进度的时候，华硕就已经修好了，并且当天我就从物流那边拿到显卡，是怕我假日没电脑玩，赶在假日前修好吗？不管如何，这次送修体验非常棒，让我重新考虑去京东购买显卡的必要性，并且思考有什么替代方案，能在不换显卡的情况下提升游戏体验。这时候刚好想到 J9 曾提到过的双卡补帧，那我自己又做功课查到几篇大佬的文章，我想想也对，照现在的情况，在台湾要原价单买到新显卡，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那从我去网络上查到的资料里，有位名字17开头的网友在 PTT 有转发一位韩国人进行双卡补帧的文章，也是网络上我目前查到最早进行双卡游戏补帧的人。CPU 使用 7950X3D， 显卡则是 RTX 4090 24GB 公版卡，作为双卡补帧的主运算卡，再用 RX 6600 8GB 做副补帧卡。最特别的是，它使用的主机板是华星的 X6701 太极。这个主机板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可以利用 CPU 直连让两个 PCIe 槽通道拆分成×8×8，避免了通道数不够，显卡发挥不了全力的隐忧。那补帧的运作方法是，让游戏给主卡的 N 卡进行运算 DLSS-FG 后，再用副卡的 A 卡使用 AFNF 输出达成最大帧数。那我这部影片还会新增一个 Lawson Scaling， 俗称小黄鸭的使用心得，它可以让我们在没有50系显卡的情况下，也能拥有多帧生成的游戏体验。再来这一篇 Lockman 原木人在2025年2月发表了，不管黑猫白猫，只要会补帧的都是好猫，双显卡游戏装机过程分享文章，使用 Ryzen 5700X3D 搭配微星的 MP3 X570 Gaming Pro 卡泵 WiFi， 主运算卡是 RTX 4060， 副补帧卡为 RX 6600。虽然它的主机板只支援副卡 RX 6600跑 PCIe 4.0x4，但经过它的爬文跟实测 ，RX 6600在 3D Mark 的 Test by Extreme 分数虽然比平均低了一点，但使用这个配置开启 AFNF 跟小黄鸭补帧，实际跑 2K 画质的游戏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甚至使用小黄鸭将帧数补到3倍玩2077，楼主也没有抱怨有延迟或卡顿的情况，直到补到4倍帧生成才感受到一点延迟。那为了省钱，我特别问 J9 如果沿用副卡槽是 PCIe 4.0x4的 B850， 是否有机会双卡补 4K 游戏？他非常认真的回答我，这种主机板的 PCIe 4.0x4 是利用主机板南桥晶片达成，而 PCIe 4.0x8x8 则是依靠 CPU 直连再进行拆分，这两个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之前他也有尝试这样做，但效果不太理想，玩 4K 游戏会有卡顿产生。劝我玩 4K 的话，还是乖乖买一张能拆分成 PCIe 4.0x8x8 的主机板，不要整天只想省钱。那主机板购买参考，我是看巴哈的咸鱼大，在2025年的4月写了篇 Lawson Scaling 小黄鸭双显卡交互补帧实战3080 Ti 渲染加 A750 补帧文章，使用 i7-1270F 搭配华硕 Pro Air 6790 Creator WiFi， 主运算卡是 RTX 3080 Ti， 副卡是 Intel 的 RA750， 直接使用小黄鸭补帧。我就是看楼主使用的 Pro Air 系列主机板进行双卡补帧用的挺 OK 的，而且我本身也是华硕老用户，这张板也在能负担的范围内，所以就跑去买了这张华硕的 Pro Air X8701 Creator WiFi。
当然，除了这张以外，其他还有华擎的 X8001 太极跟太极 Lite 版，跟微星的 MEG X8001 GOD Lite 都有支援 PCIe 拆分成 x8x8 的功能，但华擎目前还有烧毁灾情没有修好 ，GOD Lite 又太贵，这价格我不如买张5070 钛。目前来说，这张 Pro Air X8001 Creator 的确是我最好的选择。那这也是本频道第一次开箱 TUF 以外的主机板，我觉得它的设计跟 TUF 系列比起来，比较没有这么的花俏，走的是沉稳内敛的风格，而且主机板没有任何 RGB 要素，喜不喜欢就看个人了。另外，这张 Pro Air X870 主机板有一个缺点，它的 PCIe 槽快拆设计会有插拔不当对显卡金手指造成损伤的可能。当时各大论坛也掀起一波讨论，网络上也有非常多的灾情图片，看了真的触目惊心。教徒那时候也有发一篇文，说这设计主要出现在华硕定位较高阶的主机板，购买时千万要注意。没想到为了这次的企划，我还是买了有这快拆设计的主机板。那买都买了，也只能小心了。根据华硕的教学，正确的方法是将靠近显卡 I/O 连接的那一端，用一定的角度从主机板往上拉起。再试一次，千万不要垂直施力，或者从尾端开始拔。不过我还是不确定，真的按照华硕的方法，能不能完全避免金手指受损？如果可以，插上去就别拔了。那我自己是不太能避免啦，因为平常会做一些测试，经常插拔显卡。真的出事了，也就算当个勇者跟大家说咯。另外还有 SSD 扩充这边，分别是2个 PCIe 5.0 跟2个 PCIe 4.0。那有一个地方要注意，就是第二槽的 PCIe 跟它旁边的 SSD 槽是共享频宽。如果这边有装 SSD， 这2个通道会拆分成 PCIe 5.0x4x4，要特别注意。虽然理论频宽跟 PCIe 4.0x8 一样，但我还是会尽量避免插这一槽 SSD。说到补帧，这次使用的显卡分别是 RTX 4070跟 RX7800XT。不过这边我真没想到一件事，我竟然会有嫌显卡散热片太厚的一天。这张 TUF RTX 4070真的太厚了，装上去会挡到第二槽的 PCIe， RX7800XT 直接没办法装。不过放到下面就没这个问题了，而且我也建议大家主运算卡可以放在下面，这样可以吸底下的风，加强散热。不过看到7800XT 只剩下1.0的间距，我也有点担心它的散热效果，毕竟没有多少进风空间。可以的话，补帧卡还是买薄一点，让冷空气有地方进去散热比较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做个小测试，跑个分，看看 PCIe 4.0x8 跟x16之间有没有效能上的差别。测试我用 3D Mark 的 TimeSpy Extreme 进行测试，它是 3D Mark 专门测试 4K 游戏 DX12 的基准测试，结果看起来挺让我放心的。x8 的显卡分数比x16还高，这就代表说这2个都能跑满我的4070，会有差异只是单纯的浮动值。那预防万一，我又跑了一次最终幻想14黄金的遗产，这次分数则是x16比较高一点，但整体来说依旧没有差很多。接下来我们就把 RX7800XT 装在电脑，准备开始补帧吧。好，各位，这简直就是我人生目前干过最有趣的事情。就像大家看到的，把2张分别不同阵营的显卡放在一起，希望他们能互相合作，来达到更大的游戏帧数。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有种神秘的力量加成。我想，如果这个组合能顺利维持高品质的游戏画面，同时顺跑4K 144的话，也许就不用买新显卡了。哦对，差点忘了说，底下我有把一颗风扇拿掉，改放显卡支撑架。虽然少了一点点的 TUF 信仰加成，但避免了显卡弯板，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设定部分。首先第一点，萤幕线必须插在补帧卡上，才能顺利开启 AFNF 或小黄鸭补帧。这边我就是插在 RX7800XT。另外之前有使用 NVIDIA 461.09之后的驱动，要先停用多平面覆盖，避免接下来双卡补帧遇到闪烁或卡顿。停用也很简单，下载这边的登录档，执行后重开机就可以了。
如果之前有旧驱动，必须先把它们删除，再重新安装，可以避免等等补帧出问题。先用 DDU 删除 NVIDIA 显卡驱动，再用 AMD Clean 删除晶片驱动跟 AMD 显卡驱动，就可以重新安装了。安装顺序是先装主机板晶片驱动，再装 A 卡驱动，最后则是 N 卡。听 J9 说，这样可以降低 A 卡掉驱动的几率。再来到 NB 控制面板的管理 3D 设定区，限制想要玩的游戏帧数上限。以我的144赫兹萤幕来说，补2倍帧就用 AFNF 或小黄鸭进行补帧，帧数上限会锁72 FPS。如果有些游戏跑不动，就锁48 FPS。再使用小黄鸭补到3倍。平常我会用 AFNF 啦，但显卡不够力或不支援 AFNF， 我就会改用小黄鸭。虽然有考虑不限制最大帧数，把帧数推到极限过，但考虑到散热，我觉得还是要限制一下，让显卡不要这么吃力。另外 AMD 驱动也设定 FPS 上限为144，避免万一。至于想要让哪张显卡当主卡，必须在图形设定这边把想玩的游戏 GPU 喜好设定为主力显卡。如果不设定，电脑会不知道你要使用哪张卡当主力运算。另外，如果找不到想设定的游戏，就必须手动新增。点开新增桌面应用程式，找到游戏的执行档，按下新增，就可以在底下清单找到那款游戏咯。好，以上就是双卡补帧前置设定，剩下的就是进到游戏，开启 AFNF 或小黄鸭就行了。然后在开始前，我要提下新买的萤幕，华硕的 VA29QGS， 它是华硕 Full HD 解析度24寸翻转萤幕里面我说能找到最便宜的。而这次会购入是因为想实拍 IDA64 跟 HW Info 64，让大家更详细看到零件运行的状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到底如何，能不能顺跑 4K144 呢？首先，我们先来看看逃离塔可夫在不开 DLSS 锁72帧，开启 AFNF 补帧的情况下，这时候游戏的画质可以说是非常的精致。然后 FPS 监控显示会有10毫秒左右的延迟，但我个人的体感并没有特别明显感受到延迟，可能我比较迟钝吧。我比较在意的是，这时候的设定还是没办法跑 4K144， 开镜甚至还会掉到120帧以下。再来，我们注意显卡温度。4070 GPU 温度跟显存温度分别是60度跟75度上下，这边先记着。RX780 XD 就比较惨，因为没有空间吸风，下面又是4070的废热，显存温度直接来到了80度，只能建议萤幕前的大家买补帧卡不要买太厚的。接下来改成开启 DLSS 模型 K 极致性能，其他设定保持一样。画质部分，我认真说是有感觉变糊，但要稍微看一下才看得出来。游戏画质整体来说依旧是我可以接受的范围，但牺牲了一点画质，换来的是游戏体验的大幅提升。这时候即使开镜也能维持在 4K144， 显卡温度更是大降。RTX 4070 GPU 温度跟显存温度分别降到了50度跟65度。跟刚刚没有开启 DLSS 的情况前后至少相差10度，但 RX780 XT 显存依旧是80度，这我真的没办法。再来是开启小黄鸭2倍补帧，依旧是 DLSS 模型 K 极致性能，体验下来就很像开 AFNF 的感觉啦，依旧是感受不到延迟，温度也差不多。但重要的是，我之前用4070单卡补帧，小黄鸭不到10分钟就吃满显存，游戏画面就开始变卡。但使用 RX780 XT 当做副补帧卡后，玩了1个小时还没出现卡顿的情况，体验真的非常好。
接下来就是小黄鸭的主场，这边我们锁48帧，开启小黄鸭的3倍补帧，设定依旧是 DLSS 模型 K 极致性能，这时候就能稍微感受到一点点延迟了。射击游戏还是先不要开3倍补帧吧。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温度，4070 GPU 温度直接掉到50度以下，显存温度也只剩下60度，我真的觉得这很可以哦。虽然不建议玩需要反应速度的射击游戏，但这设定玩一些3A 大作倒是没啥问题。要画质有画质，要顺畅度有顺畅度，显卡温度又凉快，真的要说也就那一点点延迟而已。再来是我目前最常玩的游戏《魔物猎人荒野》，预设画质调整为高，开启 DLSS 平衡，锁72帧，先不开 AF/AF。那这时候画质虽然碍于显卡效能没办法调到极高，但画质依然不错。我背上的武器看起来非常的精致，金属的质感完美的呈现出来，流畅度也还能接受。这设定直接玩也不是说不行。接下来开启 AF/AF， 画质设定维持一样。画面看起来还是蛮精致的，帧数也能稳定 4K144， 就是比刚才更加的流畅，体验起来也是感受不到延迟。但代价就是7800XT 显存温度又激热到接近80度。再来是开启小黄鸭2倍补帧，画质保持一样的设定，整体情况大致跟开 AF/AF 差不多。那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光追，因为这时候有开光追，我的4070跑不太动，只好先锁48帧，再开启小黄鸭3倍补帧。游戏体验依旧是不可思议的流畅，只有一点点的延迟。在这之前，我完全无法想象我的4070能配合7800XT 补帧，玩魔物猎人开光追 4K 跑144。坦白说，我自己没有想过我会跑来玩双卡补帧，无奈台湾到现在一定等级以上的显卡依旧是大礼包主帧机，所以参考 J9 提供的资料，抱着尝试的心态玩玩看双卡补帧，想不到体验还不错，延迟也没有很明显，唯一的遗憾就是显卡积热问题吧，这让我有点头大。不过这次的4070搭7800XT 补帧，让我的游戏 4K144 不再是问题，我觉得非常开心。那也希望这部影片能给买不到新显卡的玩家或想体验双卡补帧的人有一点点的帮助。我是教徒，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按赞跟分享，我们下次见，拜拜。